婚礼当天，我将20万彩礼全部打到了妻子卡上。丈人丈母娘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气氛突变，他们当着所有宾客的面，逼迫老婆将钱转给大舅哥。小雪，从小到大最疼你的，除了爸妈，就是你哥了。现在家里的卡有问题，只有你哥的卡能用，转一下你能吃多少亏？别忘了，自古以来，我们这里都是父母做主的，彩礼新娘自己拿着的规矩从来没有过，里外里都是爸妈的孩子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没想到你这么防着我们。我握紧妻子的手，眼神给她鼓励，和我们一起的发小同学也都纷纷凑了过来。随后我在发小同学们的簇拥下，把头纱揭下的妻子抱上了车。没想到大舅哥竟带着老婆孩子趴在婚车上闹事，试图阻拦我们。我和发小们一起笑了，以闹婚的名义，10几个青年抬着大舅哥一家老小就绑在了电线杆上。想吸血，你先看看我们这些发小同学答应不答应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结婚前一天，我正在伴郎群里招呼着兄弟们，絮絮叨叨地跟他们说着明天各种注意事项，复盘着群里的 Excel 表格。发小嘲笑我，没看出来呀，你竟然这么紧张，就这点事交代不下10遍了，至于不？我笑骂他，好了3年，总算要结婚了，能不至于吗？明天哥们结婚，这辈子就只有一次的事儿，麻烦你们了，好好弄，大恩不言谢。当然，如果那边有阻拦，也靠你们了。听我这么说，伴郎团里几个人连声答应，眼神闪过一丝凝重。很快，屏幕上就弹出了丈母娘的来单显示，前几个月，我们两家在订婚宴上谈彩礼的事，闹得稍微有些不愉快。我为了缓和关系，隔3差5就带着东西登门拜访，服了好几次软，才勉强给丈人那哄好。现在接到人家电话，我哪敢不殷勤些？我当即退出了群聊语音，接通了电话。当下，对面传来丈母娘冷淡的声音：“小周，你跟小雪明天就要结婚了，我们当长辈的有几点要嘱咐你一下。”她清了清嗓子，声音稳定有序，甚至还有明显的气口，听起来就像在念稿子。你也知道我家的情况，陶雪上面还有一个哥哥，一个姐姐。前些年他哥刚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他姐姐现在在家照顾着呢。陶雪是个有主意的，说什么都要考研工作，这才出去能碰上你的。全家就靠我们的退休金和他哥的偏财支撑着。你们以后结了婚，实在是帮不上什么，你们见谅。而且我得把丑话说在前面，我们都是穷苦人，没你俩有本事，以后要是遇到什么事，还得指望你们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陶雪的哥哥就是你的哥哥，这个你认吧。对了，订婚的时候，你们对我们当时提出的要求不满意，不愿意给家里换套大房子，也不愿意接我们一家过去住。我们后来想了想，可以理解，但是彩礼你们总得给吧，不然我养大的女儿就这么跟你跑了，合理吗？按照咱这里的规矩，婚礼当天，你们家把20万的彩礼转过来，就当翻篇了。这彩礼是给我女儿的保证，我们是不会要的，就是走个形式而已。你没意见吧？订婚宴上，他们提出了非分的要求，让我在当地买套大平层别墅，写我和大舅哥的名字，再把他们一家子接过来住。我家又不是冤种，自然不同意。现在他们退而求其次要现金，我当然没意见，应和了2声。在丈母娘满意的情绪中，我挂断了电话。她说着要嘱咐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，我还真当她是怕我对妻子不好。
提前警醒我。没想到人家告诉我，以后我们遇到什么困难，不要找他们。可人家需要帮忙的时候，我们得在。这难道不是当代不平等条约吗？一夜时间匆匆过去，天还不亮，我就被叫起来梳洗打扮，等着跟伴郎团一起去接新娘。妻子也一夜无眠，此刻揣着紧张激动，任由化妆师摆布穿衣拍照。他不断给我发着消息，说他有多困、多焦虑、多累。我一边赶路，一边安抚着他。大家都是第一次结婚，不习惯也是应该的。好容易踩着及时赶到新娘家的时候，又被伴娘团和若干亲戚堵在了门外。他们一口一个嚷嚷着要红包才给开门，我们只好将早就准备好的小红包透过门缝往里塞，一连塞了大几十个人家才给开门。不过好在，除了堵门，他们也没什么刻意为难的行为。毕竟新人婚礼这么多人在场，大家也都不想互相落了对方的面子。在人群的簇拥下，我终于见到了他。他穿着一身水蓝色绣荷，手里拿着团扇，正含羞带笑地看着我，像是回到了见面第一天似的。我心脏砰砰跳得厉害。人群里不知道是谁喊了声新郎看傻喽，大家哄堂大笑。做了几个小游戏后，我在玩偶的肚子里成功找到了他的鞋。接下来就是些敬酒、喝改口茶之类的事儿了。陶雪改口的时候，爸妈满心满眼的高兴，给的红包厚度也很可观。我改口的时候，丈人丈母娘俩人倒也连声称是，给了个薄薄的红包袋子。陶雪看到了这点，面露尴尬地拽了拽我的袖子，似是有些不好意思。这是个彩头，给多给少都是个意思，我总不好挑人家的刺儿。人群拥挤着往饭店走，我招呼着客人走在最后。一直沉默不语的大舅哥突然凑到我身边，侧头问我：“小周，彩礼钱给了吗？”我愣了愣，还没。爸妈说现在人多，大家都顾不上来，到了饭店走仪式的时候再给也行。大舅哥撇了撇嘴：“哦，我妈的意思是，他们年纪大了，没有银行卡，你一次性转这么多，他们也不放心。正好我有张空卡，直接转给我就行了。希望你关键时刻别掉链子。”他俩年轻的时候是供销社的，要是没有银行卡的话，这些年的工资都是怎么发的？不过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罢了。我没戳破，只是点了点头。行，今天太忙了，照顾不好你们，你跟嫂子多担待哈。大舅哥嗤笑了声，喃喃道：“没事，钱到位了就行。”他大概是以为我没听到，还满脸的洋洋得意。我脸下满眼的不耐烦，自顾自坐进了婚车。路上，因为司机是自己人，我也毫不避讳地跟妻子说了这件事。当然，妻子也更跟我说过大舅哥的奇葩，为此我们也做了一些预案。妻子咬着嘴唇：“我知道的，我们兄妹三人从小到大就是以我哥为首的，我俩万事都得以他为先，可以说前半辈子都是在被他吸血。别的不说，我哥的名字是他们找了7个算命先生才算出来的，可我和我姐的名字都是我妈看天气随口定的。你不知道，我姐比我还不容易，为了供养我哥，她早早就辍学了，现在更是留在他家伺候着孩子，像使唤丫头似的。她吸我们的血吸惯了，觉得这都是理所当然的，现在更是把苗头对准了我。老公，我想好了，这是我们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能转还就转还，转还不了的，我就什么都不顾忌了。反正咱俩连证都扯了，我直接跟你走就行了。看着他眼里星星点点的泪光，我默默地点了点头，心里坚定了不少。家里到饭店的路并不远，可为了满足丈母娘口里的面子和气派，
汽车硬是游行了1个多小时，才绕着弯到了地方。大家3、5成群挨个入座后，台上主持人开始批流程。眼见一个个流程下来，就是没有当场盘算结清彩礼这个环节。大舅哥有些坐不住了，几次骚动下，他不慎扣翻了手边的酒杯。人们看向他，丈母娘有些不好意思，拽了拽他，摇着头，示意台上继续。就这么的，包括照相、双方家长致辞各种环节下来，整个婚礼进行的都很顺利。可就是这么顺，让我总有种风雨欲来的感觉。听着耳边的主持词，我下意识地看向了主桌，果然看到了大舅哥和丈母娘在互相使眼色。果然，我跟陶雪刚宣布让大家开席后，丈人和丈母娘就把我俩叫了过去。陶雪头上顶着半块纱，下楼梯的时候还得用手扒拉着，她连婚纱都没来得及换下，就被换到了桌边。大概是我爸妈在场，他们也觉得自己提的要求跟别人不同，主动拉着我俩背开了人群，挤在角落说话。我扫视了一圈，丈人、丈母娘、大舅哥和他嫂子4个人挤在我和陶雪身边，将我们团团围住，生怕我俩跑一个。我假装不明白他们的意思。开席了，你们不吃饭吗？大舅哥陶庆明不耐烦地掏了掏耳朵。行了，别装傻了，之前说好的20万彩礼呢？刚才在台上我就想说了，这司仪专业吗？这么重要的流程都不说。后来我妈说，大概是觉得在这种场合谈钱不合适，让私下给，我才同意的。好了，周泽峰，我把账号发给你了，你赶紧转账吧，我等着收呢。说着，他掏出手机，还真等着我转账。在他们几个人不太友好的注视下，我故作恍然大悟，点了点头。看我今天都忙忘了这件事儿，我现在就转。说着，我拿起手机就发。我动作流畅，既没有讨价还价，也没有一点不情愿的意思。几个人脸色才缓和了些。时间1分1秒过去了，他的手机就是没收到短信。陶庆明急了，你转的是哪个号啊？号码都对着吗？我怎么没收到啊？你再看看，那可是20万，没人跟你开玩笑。不是，爸妈还等着这笔钱养老呢。我晃了晃手机，没转错呀，已经到账了呢。丈母娘也急了，要不要给银行打个电话呀？这钱没到账怎么办？是不是金额太大，转不过来呀？你看，我就说吧，早知道就让小周把钱都取出来给现金了，现在这么麻烦。嫂子也围在陶庆明身边，不断刷新着银行卡界面，还不忘怀疑我。怎么回事啊，小周？我听说大额转账也可以及时到账的呀。就连一直久久不肯说话的岳父也皱起了眉头。我看看你的界面，你真转走了吗？我很给面子的将界面在他们眼前晃了一遍，蓝色背景下是很明显2开头的6位数。不应该呀！他们几个着急忙慌、手足无措的样子，看在我和陶雪的眼里，只是满满的讽刺。终于，陶雪忍不住了，她冷笑道：“行了，不用找了，钱在我这儿。”话音一落，对面4个人的动作像定格了似的。下一秒，陶庆明暴走。周泽峰，你丫的疯了是吗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打给我，你为什么给他？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这里的规矩都是要给父母的吗？我笑了笑，妈昨天特意给我打电话嘱咐过了，她说这个钱是让陶雪带回小家的，转钱就是走个流程而已，反正都要落在陶雪手里，还不如直接给了她。哥不是说爸妈没有银行卡吗？那我直接给他不就好了，一步到位。陶庆明怨念地看着他妈，张了张嘴，又憋了回去。眼看到嘴的鸭子飞了，他气急了，少在这儿给我装蒜！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啥意思，
不就是防着我们的吗？你觉得我是会吞掉这笔钱是吗？告诉你，老子根本不在乎，区区20万就把你试出来了，这波不亏。陶雪，我们走，这个婚我们不结了。说着，他上来准备拉妻子，妻子直往我身后躲，我很轻松地隔开了他的手。大哥，我俩已经结婚了，他也不是小孩，他的事自己能做主，就不用你们操心了。陶庆明挥拳砸来，他就算100岁，也一直是我妹。我一把将他的拳头攥住。是吗？我们这边闹得大，声音也不低，哪怕厅里的背景音乐都盖不住。很多人开始往我们这边聚集，为首的自然是我爸妈，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是看到陶庆明要打我，吓得赶紧跑了过来。至于我的那些发小伴郎们也都纷纷赶来了。我爸皱着眉走过来，我妈趁机将陶雪拉远了些。怎么了？大喜的日子，这是干嘛呢？陶庆明气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但拳头在我手里也很难拔出来，气氛僵持中，丈人开口了：“行了，我还没死呢。”妻子下意识拉了拉我袖子，让我撒手。丈人没教训陶庆明，也没为难我，而是调转矛头对向了妻子。他死死地盯着他：“陶雪，转给你了是吧？那你现在转到你哥卡上，这事就过去了。”他们本以为压抑多年的妻子还会软着性子同意，灰溜溜的转账，可这次大概是看到我们一家都站在他这边，陶雪也不忍了。他咬着下唇：“这是我的彩礼，我有权利支配，将来你们养老的话，我自然会负责。但是给我哥，不可能。”这话一出，第一个有反应的是他嫂子。听了这话，他眼里迅速蓄起眼泪：“小雪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从小到大，最疼你的除了爸妈就是你哥了。现在家里的卡有问题，只有你哥的卡能用，转一下你能吃多少亏？别忘了，自古以来，我们这里都是父母做主的，彩礼新娘自己拿着的规矩从来没有过，里外里都是爸妈的孩子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没想到你这么防着我们。”他施的是苦肉计，偏偏他家人就吃这套。陶庆明听了进去，浑身发抖：“陶雪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们还没分家呢，你就这么对我们，存心让外人看笑话是吧？就为了这点钱，你就要这么对自己家里人吗？”周围的人越聚越多，不少人还看好戏似的拿起了手机对准我们。丈母娘叹了口气，想上来拉他：“孩子，不知道你听说了什么，但是我们敢保证，这是你的彩礼钱，我们是不可能花的。现在也只是图个好看而已。你把大家都架在了面上，我们怎么办？你服个软，你们的婚礼还能办？否则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，还有你和小周的脸面啊！再说，就算我们要拿走你一部分彩礼，补贴家用做养老钱，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我们白白养育了你27年，现在你嫁了个好人家，有工作有办法了，就想把爸妈一脚踢开吗？你问问大家，哪来的道理？就算养头猪，到时间了也得卖掉还钱的吧？我怕妻子心软，一直拉着他。听了丈母娘的话，妻子笑出了声：“养育？你们跟我谈养育？从小到大，你们就重男轻女，什么时候养育我和我姐了？我俩一个学期的生活费加起来，还不如陶庆明1个月多。从上初中开始，你们就不供养我俩了。我们的学杂费都是捡煤渣收瓶子，勤工俭学，奖学金自己换出来的。我姐心软，听了你们的鬼话退了学，现在还做了我哥家里不要钱的月嫂。可我不一样，我要上学，要工作，我要结婚嫁人离开你们，我要有我自己的人生。爸妈，前面20多年，我当了20多年的踏板，还不够吗？”丈母娘听着不对劲，想上来捂妻子的嘴，却被他躲开了。老丈人更是生气，
一口一个白养你了。他们自然也知道，陶雪肯今天在这么多人面前闹事，肯定是以后都不想跟他们来往了。现在可好，他们一家人被冠上了重男轻女、侵吞彩礼的名头，以后怎么洗白？看他俩完全没有反思的意思，陶雪也沉默了。他不是不了解自己爸妈的尿性，只是总觉得亲人一场，不想闹得太难堪。可看到陶庆明真的因为这几个钱就准备对我俩大打出手，还是心凉了半截。陶庆明看不得我在旁边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，调转矛头教训起了我。我们以前不是这样，你是不是跟他说什么挑拨我们关系了？周泽峰，我真看不起你，不就是不想出钱还想白嫖吗？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？结个婚连几十万的彩礼都出不起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我没忍住回怼道，你们是怎么对他的？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吧？你这么说，陶雪，不就是觉得你家到手的彩礼钱没有了吗？你只想钱，想你爸妈的偏爱，有想过陶雪是你妹妹，也是他们的女儿吗？我出不出得起是我的事，但你结婚的时候，彩礼钱里还包括你爸妈骗来的我老婆的积蓄，你自己不觉得丢人吗？其实我早就想骂这个游手好闲的大舅子了，只是之前碍于陶雪的脸面，一直忍着。他要是真的不学无术也就算了，可我之前听陶雪说，他还在手机上搞赌博，跟人家玩什么股票基金的，就他这个脑子，能玩明白什么？现在这么急切的要这个钱，大概跟他在外面的这些破事儿脱不了干系。陶庆明恼羞成怒，又有打我的趋势，看情况不好的伴郎团和朋友们都不自觉地挤了上来，大有动他一下试试的意思。陶庆明脸色黑如锅底，怎么，你要叫人打我？来呀，谁怕谁呀？眼看事情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了，两拨人肯定是谈不拢的，再加上越来越多的亲戚上来打圆场，事情挺不堪的。妻子一把将碍事的遮脸头纱扯下，目光如炬地看着他们。仪式已经结束了，今天这个婚也已经结成了，我们已经领证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不再受所谓的孝道摆布了，对不起。说着，他拽着我的手就往婚车上拉，要离开这个地方，径直开回我们自己的新家，一个再也没有他家那些各种破事儿的地方。我俩前脚走，反应过来的老丈人一家就拔腿追了上来，车门还没关上，老丈人死死地拽住了门。陶雪，你给我滚下来！司机按照我们的话，准备发动车离开。伴郎团控制着陶庆明，没想到一个没留神，他竟冲破了他们的防线，咚的一声趴在了车前盖上，不住地捶着挡风玻璃。周泽峰、陶雪，你俩给我滚下来，把话说清楚再走，一分钱不出就想娶媳妇，做梦吧你！陶雪再也忍不住了，掩面哭泣，眼睛红红。你们就不能放过我吗？是不是得把我逼死你们就满意了？我嗖的一声窜下了车，让陶雪坐在车里锁好门，冷冷地看着他们。你快40了吧，还能做出这种行为，真不嫌给你爸妈丢人的。你这种人还配有孩子？陶庆明像个癞蛤蟆似的扒在上面，满嘴喷粪，一会骂我是个畜生，一会骂陶雪不要脸。你俩奸夫淫妇，赶紧再给我们10万，就这么算了，否则你们就都别想走。不是喜欢耗吗？看看我们谁能耗得过谁。他臃肿的身躯趴在车前盖上，肚皮露出一大截，阳光下白花花的，让人看了就犯恶心。要么人家说宁跟聪明人打一架，不跟傻 X 说句话呢。现在他这么做，就是坐实了他们一家子确实是做过那种事儿，不然不会恼羞成怒。陶雪说的那些话，即使不需要证据，也都是真的。毕竟
哪个有教养的人家能做出来这种事？周围围上来一堆朋友亲戚，三三两两的劝起了陶庆明。大哥，都闹到这个份上了，先让新人走吧，等过几天坐下来慢慢说吧，真不嫌丢人，家丑不可外扬。庆明，你咋能这么闹呢？是啊，这条路还是要塞呢，一会堵车就不好了。陶庆明一副不听不听的样子，转着他那个大猪头。我怎么了？我这都是被他们逼的，他们还是早点把钱给我不就行了，哪用这么麻烦？现在知道害怕，知道丢人了，早干嘛去了？而且大婶，这家丑是我养出来的吗？是陶雪那个猪脑子自爆的，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呀。他趴在车上振振有词，把责任都推给了我们。我看了眼车里的陶雪，他的情绪从刚才的嚎啕大哭到现在的默不作声，看似平静了很多，其实心里更崩溃了。他想不通，只是为了一些钱，就能让他们一家变成这个样子。他们这样跟卖女儿有什么区别？我冲身后使了个眼色，几个兄弟就一咬牙，都涌了上来。他们跟我一起七手八脚地拽上陶庆明肥胖的身体，硬生生使劲将他从车前盖上拽了下来。陶庆明不愿意下来，四肢撑在车上，留下深深的一道汉字印子。目睹了全程的司机嫌他恶心，迅速喷起了玻璃水，将挡风玻璃擦得锃光瓦亮。陶庆明坐在地上鬼哭狼嚎：“来人了，打人了，给我报警！他们这么多人群殴我，我不活了！”大家虽然人多，但还真没人敢动他。毕竟现在这个社会，打输了身体吃亏，打赢了钱包吃亏，本来就是凑结婚的喜气，染上一堆官司就不好了。吃准了这点，陶庆明眼睛滴溜溜一转，顺势躺在了车轮前，将自己的身子塞进车轮下。他紧闭双眼，满脸英勇就义的表情。事情没解决，你们一个也别想走。我把话放这儿，你们今天要是想离开，就踏着我的尸体过去。舒兰，你去。我猛了一瞬，但很快明白了他的用意。看来他真是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交锋了。他也豁出去了，用上了这种死乞白赖的方法。不管我们给不给钱，他们跟陶雪的关系已经破裂了。他们怎么可能让陶雪白白离开呢？看来我们今天不死也得脱层皮。司机知道他躺在车轮下，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就往后倒车，想离开这个是非多的地方。他是来挣钱的，不是来杀人的。可他刚一发动车，后玻璃又趴上来个披头散发的人影，吓得司机动都不敢动，当下关了引擎。这下汽车再也不发动了。我定睛一看，气笑了。原来陶庆明刚才那句“舒兰，你去”跟训狗似的，是在下口令呢。他老婆学着刚才他的样子，趴在后玻璃上，俩人活脱脱一对贞子夫妇。更过分的是，他们4岁的儿子竟然就被当成个拦路桩，随手被放到了后车轮附近。丈母娘怕把他们家独苗针压着，着急的想往上扑，把孩子先拉回来。可丈人拉住了他，摇了摇头，又努了努嘴。也是，那毕竟是他们亲生的，再怎么也不会真让孩子挡了车轮去。我将这幕看在眼里，心里更冷了。看来他们确实是想用这种无理取闹的方式控制陶雪。他要是心再软点，还不被他们拿得死死的。两大一下鬼哭狼嚎，场面一度非常一言难尽。发小有些头疼：“峰哥，我参加了这么多年的婚礼，这是还是第一次碰到，你说咋办？”我看了看车后因为他们撒泼导致的其他车辆大排长龙，冷笑了下：“别说你了，活了这么多年，我也是第一次遇到。报警吧。对了，记得110和交警一起报。”发小脆生生的应下，
拨开人群，躲到外面报警去了。陶庆明一边哭着，一边观察着我的神色。周泽峰，你赶紧的给钱，我知道你大小也有点存款，否则不靠家里，自己哪能出得起这个存款？我们都姓陶，你娶了陶雪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跟自己家人还藏着掖着，现在闹成这样子，你也觉得丢人吧？有句话叫破财消灾，你破了财，就当给自己积德了。我们以后还有的商量，否则我斜睨了眼他，破财给你赌博去吗？那不叫破财，叫助纣为虐。陶庆明眼里闪过一丝慌乱，恼羞成怒，对我破口大骂。兴许老两口也觉得丢人。丈母娘唉声叹气地挤过来：“小周，你看你哥现在这样，也没什么商量的余地了。你看，不如先满足了他，让大家该吃吃该喝喝。我们家自己的事以后再说。再说，你也得站在我们的角度想想啊。就算这彩礼不要了，但我们准备嫁妆的时候也是贴了钱的呀，来回来去花了好几万呢。现在让我们人财两空，换成你爸妈，他们乐意吗？我故作为难。可是妈，他现在又是拦车又是躺车底的，怎么沟通？他到底要多少钱？总不能他说多少就是多少吧？我和陶雪以后的日子还过不过了？丈母娘咬咬牙：“你能拿出来多少，先给他。”听到这话，陶庆明也看了过来，眼神充满希冀。我叹了口气，伸出3根手指头。丈母娘摇了摇头：“3万就3万吧，总比没有强。庆明，你先起来。”陶庆明做事要往外爬，我笑了：“什么3万？我身上只有30块。”陶庆明颠了：“你他妈的狗娘养的，竟然敢玩老子！”他骂人父母。我眼神一暗，就想给他个大嘴巴子。刚想动手，抬眼看去，交警和警察都来了。警察问了下大概情况，只一个眼神，就让挡车轮的一家3口灰溜溜地站了起来。因为事情闹得不小，外面嘈杂又说不清楚，只好将涉事人员都带了回去。交警疏通了一阵后，道路也畅通了。困了大家半个多小时的事儿，就这么3言2语解决了。宾客们也吃不下去了，该走的走，该散的散，嘴里不乏嘟囔着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，咋会有这种爸妈之类的话。我们一群人3、3两两坐了3辆车才放下。车里，我跟妻子对视一眼，不自觉地笑出了声。前排的警察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们一眼，没见过你们这样的，大喜的日子被糟蹋成这个样子，还能笑得出来？是啊，好好的婚礼被破坏得一塌糊涂，不仅丢了他们的脸，更丢了我们的脸。可他们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我和妻子商量好的。陶雪从小就被原生家庭打压着，早就想离开，却没有借口。她想通过结婚嫁出去，却一直没碰到合适的人。很契合的是，我就是这个合适的人。在确定关系1周后，他就跟我吐露了这些。可我不害怕。说来我这个人也奇怪，从小到大总有种惩恶扬善的想法，能把他救出去的成就感，就像古代那种青天大老爷似的。订婚宴前后，我们假意同意他们的一切想法，不断拖延给彩礼的时间，为的就是让陶雪在婚礼上当众戳穿他们的面目。没撕破脸的话，结婚以后有的是时间和机会，撕破脸更好，以后就不用来往了。钱我们不给，爱我们也不要，我们想要的东西自己给得起自己。陶雪握了握我的指尖，低声道：“老公，谢谢你。”我回握了他。这才刚开始，等会进到派出所后会更麻烦。很快我们就进到了派出所，穿着西服婚纱进来的，我们是第一对儿。从警察到报案人，再到各种最轻最重的嫌犯，都惊讶地看着我们这群人。兴许他们无法想象，
到底是什么能让一对新人在结婚当天就闹到派出所来的？不管怎么，对这种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的日子，总是要注意点的，哪怕第二天再说呢。大家都知道的道理，岳丈家里那群人却不懂，他们眼里只有钱，只有转出去的6位数。我们被分开，问了问情况，因为没有什么肢体接触，这被定义为简单的民事纠纷，调解就是了。聚到一起的时候，双方提出了诉求，岳丈一家要求妻子返还彩礼钱。我们互相不喜欢对方的话，可以不来往。他们的想法很简单，彩礼钱本来就是给女方家的，给女方和给女方家不是一个意思。这个钱如果陶雪要的话，我们可以拿出酌情给他些，但钱总归必须得在我们手里，在他手里的话不可能。而我们也很通俗易懂，因为他们从小到大的区别对待，我们寒透了心。除了以后的赡养义务外，1分钱都不可能再付出的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双方的观点从根本上就出了问题，怎么可能谈得拢呢？连见惯了这些事儿的警察也陷入了两难。俗话说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彩礼这档子事儿，要是真摊开了，放在明面上讲，是说不通的。这些民风民俗的东西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警察劝了这头，那头不愿意；劝了那头，这头不满足，屁用没有。因为了解陶庆明他们的尿性，我们打定主意不肯让步。因为觊觎我口袋里的那些钱，他们也打定主意不肯让步。我们就这么僵持着，从天亮做到天黑。大人可以等，小孩等不了。4岁的侄子早就不耐烦了，在调解室又哭又闹，吵着要回家。陶庆明本来就心烦，又因为他老婆叨叨他，忍不住拌了几句嘴。现在再加上孩子的哭声，雪上加霜。几次争执下，他趁警察不在，将嫂子推倒在地。他脑门磕在了桌角，瞬间肿起来个大块。嫂子猛了一瞬，泼妇似的冲上去撕咬他。天杀的陶庆明，我给你生儿育女，你竟然打我，你这是家暴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在派出所，正好省得我报警了。听到隔壁的吵闹声，我俩对视一眼。陶雪若有所思，老公，累了吧？看样子我们这场本不该进行的谈判应该能早点结束了。我附和着点头，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听到吵闹声的警察赶了过去，赶紧把两人分开。迫于孩子在场，只好先让岳父岳母2个老人带着孩子离开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警察看着嚣张的陶庆明，终于没忍住，给他戴了个手铐，将他一个人关在醒酒室里，让他清醒。警察是这么说的：你又跟亲妹妹闹事，又跟老婆动手，现在还吓到了孩子和爸妈。为人子，为人兄，为人夫，为人父，是你这么做事的吗？你应该好好想想，你快40岁了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陶庆明一脸震惊，你管我干什么？我没喝多，也没打人啊，我就是不小心推了他一下。再说，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家事，用你们瞎操心吗？他说话归说话，手还推推搡搡的。警察阴了阴脸，进来的人都说自己是无辜的，可我们看了监控，带头闹事是你，马路躺倒影响公共交通寻衅滋事的也是你，你再跟我动手，我就以袭警罪逮捕你了。陶庆明吓得缩在凳子上，一言不发。他被关了起来，可他老婆没有。警察简单给他贴了个创可贴后，他轻轻推开了我们的门。经过刚才的挡车事件，陶雪对他也充满了不满，冷冷地看着他。赵淑兰，你有事？得，看来是真生气了，连嫂子都不叫了。我本来都做好随时叫警察的准备了，
可赵淑兰二话没说，当着我俩的面，扑通一声给陶雪跪下了。陶雪吓了一跳，当下躲远了点。你这是干嘛？赵淑兰大概是刚跟陶庆明打完，声音还发抖，眼圈红红。对不起，嫂子为今天的事给你道歉，真的对不起。陶雪抽了抽嘴角，对不起什么？我看你今天拦车的时候也挺带劲的呀。赵淑兰一噎，当时我太着急了，再加上你哥那样，我没办法呀。在这儿坐了这么长时间，我已经想明白了，他想用你的彩礼去屏障，他真不是个东西，是我们对不起你。我和陶雪皱了皱眉头，异口同声问：屏障？赵淑兰下意识瞪大眼睛，我们便知道她是不小心说漏了嘴。再三追问下，她只好坦白承认了陶庆明赌博欠债的事儿。结婚后，陶庆明赌博的毛病非但没有改，而且还打着养家糊口的名义变本加厉。赵淑兰和陶宇两个人忙着洗衣服、做饭、看孩子的时候，他始终都在盯着牌面下注。有钱的时候就花钱，没钱的就是借贷。要不是丈人家用妻子的彩礼做引子制止他，他甚至瞄上了网贷。尽管输了不少出去，但他始终相信自己能翻盘。所有赌徒都是这么想的。赵淑兰叹了口气，打量了下四周，偷偷道：我知道这是犯法，可我也没什么办法呀。我管不住他，他还总跟我动手打孩子。小雪，你说这日子我怎么能过下去？陶雪咬了咬唇，所以你想干嘛？他低垂着眼，转向我。大人能等，可孩子等不了。之前小轩在我怀里睡了好几觉了，这不刚被爸妈带走，老两口在家里也没少操心。听嫂子一句，今天这事儿就翻篇吧，咱们坐下来好好谈谈行吗？事已至此，也总不能一直耗在派出所吧。我跟你哥商量了一下，虽然我们不对，但你换位思考一下，家里确实是为了准备你的嫁妆花了不少钱。这样吧，咱俩家各退一步，你们把嫁妆钱补给我们就算了。小雪，别的不说，那是你亲爸妈，陶庆明再怎么混蛋也是你亲哥呀。小轩，对，小轩是无辜的，他是你侄子，你帮帮他，帮帮我们娘俩，行吗？他殷切地看向陶雪，陶雪躲开了他的眼神，看向我。我不知道怎么插手这种事，而且看赵淑兰就这么跪在这儿，心里也怪不是滋味的。良久，就在赵淑兰忍不住摸了摸疼痛的膝盖时，陶雪软了下来。行，我同意协商，谈谈吧。赵淑兰一蹦3尺高，因为腿疼刚站起来，又差点跪地上，赶紧呼喊着去叫陶庆明。不知怎么看他的背影，我总有种上当受骗，中了人家苦肉计的感觉。算了，就这样吧，我还能真逼死他们不成？有了警察的介入和我们两边的妥协，这次谈判进行得很顺利，最后达成了莫名的一致，那就是我们新婚的小两口支付家里付出的嫁妆钱共计4万元。这是没办法的办法。我刚准备掏钱，陶雪一把摁住了我。给钱可以，但是我有个要求。陶庆明一听能拿到钱，也不多说，摆了摆手。你说你的，我听听。陶雪扫过他俩的脸，淡淡道：我可以给钱，但是以后那个家我不会再回，那也不是我的家。你们同意的话就给，不同意的话就这样耗着吧。陶庆明愣了愣，你的意思是要跟我们断绝关系？空气死一样的寂静。只是过了几分钟，陶庆明就同意了。相比之下，赵淑兰有些担忧。我们不用问问爸妈吗？他哥翻了个白眼。我能做得了主，听我的。陶雪这个死丫头，害得爸妈在这么多亲戚朋友面前丢了面子。断绝就断绝吧，看以后被婆家欺负了，谁给她撑腰就是了。
这都是他自己选的路，我们管他干嘛？两个人在手机上找了份断绝关系文件，彼此看过之后达成了一致。这边弄完，那边陶雪就给陶庆明赚了5万。眼下这场闹剧算是结束了，很快我们两拨人就散了。离开的时候，我有些担忧地看向妻子：“你知道的吧，血缘关系是断绝不了的。”他点点头：“我知道，以后等他们7老8十了，我说不定还得赡养他们。但断绝关系是我的态度，跟那个所谓的家有关的一切麻烦事，我都不想管了。给他们的钱动的是我自己的积蓄和存款，你给我的20万还在卡里，我1分钱没动。我想着咱俩以后的日子还得用这笔钱一起过。泽峰，我家的破事太多了，今天真是麻烦你了。你会对我好的吧？”现在他满满的不安，我郑重地点了点头，带着他一起回了我们的小家。没关系，钱你随便用，你都嫁给我了，我还会在乎那2个子儿吗？以后我们能挣的一定更多。在这里，我们没有双方长辈的参与，将要拥有自己的人生。还别说，自从我们对簿派出所以后，再加上那份断绝协议，陶家还真没再联系过我们，就连逢年过节的时候都没人给我们发消息，叫我们一起聚聚。不过也好，人多的地方是非就多，别到时候再一言不合就闹到派出所。比起我，陶雪更释然，释然里还包含着一种劫后余生的喜悦。他说，这么多年，他终于能在自己的家过日子了。就在我觉得一切已经尘埃落定时，变故又发生了。周末，我俩相携在外面玩了一天，回家后，在门口碰到了久敲门而不得进的丈母娘。要么不联系，一联系就玩这么大。陶雪有些震惊，自然也挂了脸。你来这儿干嘛？我们不是都没有联系了吗？听到这话，丈母娘脸上一阵受伤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，是说不联系就不联系的吗？我当妈的来看看自己女儿女婿犯法吗？倒是你们打电话不接，敲门不开，到底去哪了？我不动声色地撇了撇嘴。自从那件事之后，陶雪在我俩的手机上一顿操作，把陶家人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，就算我想接也接不到，怕他赖在家里不走。陶雪不开门，也不让我开门。别管，有什么事你就说，没事就赶紧回吧，走得晚了地铁就没了。丈母娘脸上一阵尴尬，其实没什么事，我就是觉得时间长不见，有点想你。陶雪哦了一声，插在我们之间，自己偷偷指纹开锁后，把我先推了进去。她拽着门，拉着条缝跟丈母娘说话：“你可以回去了。”说着就准备关门。丈母娘及时把脚卡进来，忍着被夹的疼痛，咬牙切齿道：“有事有事，你能不能借我们点钱？”我冷笑出声，还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听到这种无理的要求，陶雪立刻皱起眉头：“之前的5万不是给你们两清了吗？为什么还问我借钱？我是打工的，不是开银行的。我要是这么有钱就搬走了，还能让你们找到我？你没钱花去找陶庆明，去找陶宇，别来烦我。”丈母娘咬了咬牙：“就是因为你哥，我们才会没钱的。”说着，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起了陶庆明。听了半天，我俩总算听明白了，之前有很长一段不联系的时间，那是因为陶庆明确实通过他的那些狐朋狗友挣了点钱，他没跟老两口说，就自作主张地将家里所有的钱都投进了股市里，自然也包括我们的5万块钱。因为股市情况很好，他们挣了不少，至少有翻倍的利润。我在旁听着，暗暗点了点头。虽然我不炒股，
但我也听说前段时间确实涨了有一阵，但大涨之后必有大跌。陶庆明这个猪脑子，大概是又狠投了一笔。丈母娘苦笑一声，她尝到了甜头，把周围能借的钱都借出来了，连本带利的干脆都投了进去。我们觉得不靠谱，可她却不听。没想到只不过几天，她就被套牢了，赔率太大了。今天一天就掉了5万块，全部的身家呀，除了房子都进去了。现在倒好，他们自己的日子过不下去了不说，连我和你爸的养老钱和买药钱都赔光了。你姐是个不顶事的，天天在人家家帮忙干活，连个工钱都没人给发。现在可好，全家人一起等着喝西北了。要不是你嫁出来了，我们一点盼头都没有了。你看，我们始终是一家人，不是吗？陶雪点了点头。可我怎么觉得你们是一家人，我是外人呢？你们当时那么对我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我们是一家人了？我在外面挨饿受冻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我们是一家人了？没钱了，知道我们是一家人了，你自己听听，可笑吗？丈母娘嗫嚅着嘴唇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过了半天，她挠了挠头，可不管怎么样，我也是你妈，我儿子也是你哥呀。这话仿佛成了压死陶雪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他抄起盘子里的水果刀，砰的一下拉开门。那是不是我死了，你们就不会再来打扰我好容易平静下来的生活了？丈母娘险些被门砸了鼻子，震惊地倒退了几步。我吓了一跳，看她的样子不像开玩笑，3两步上去夺下了她的刀。你疯了！陶雪扒着我的袖子，一个劲的深呼吸，气得站都站不稳。我看在眼里，气在心头，对着眼前这个女人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。阿姨，你们现在无法沟通，你还是赶紧走吧，不然她真做出什么伤害自己伤害你的事儿，这可就是刑事案件了。丈母娘甚至都顾不上指责我的称呼，撂下一句照顾好我女儿就匆匆下了楼。她走后，我安抚了半天妻子，她才稳定下来。但丈母娘他们怎么可能因为害怕就不来要钱了呢？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们每天都来家门口堵我们。刚开始，他们还能好好跟我说话，可后来见自己的目的无法达成，就恼羞成怒。有几次，陶庆明甚至拽上了我的脖领子，非要跟我说个123不行。在妻子的默许下，我也不跟他们正面冲突了，而是将他们每次来我家门口闹事的视频拍下，那些辱骂我们、威胁我们的音频留下。他们来一次，我们报一次警。警察一开始还管、还劝、还调解，可一次次来的时间长了，也都知道对方是什么德行。没等他们说清事情缘由，就要将几个人带去派出所。终于，今天他们又几次三番的砸门时，我依旧选择了报警。这次，我和妻子主动要跟他们一起去派出所。正跟警察辩驳的陶庆明愣了愣：“去什么派出所？有这时间，我们自己解决不行吗？你别以为嫁出去了就能不赡养老人，小心爸妈告你去。”陶雪冷冷地看着他：“我什么时候说我不赡养老人了？现在的问题是我要报警，你们涉嫌寻衅滋事，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，我要起诉你们。”陶庆明掏了掏耳朵：“啥？起诉？我借你10个胆子试试。”直到闹到派出所，闹到警察跟前，甚至我们在咨询相关起诉事宜时，陶庆明才意识到我们不是在开玩笑。他不顾警察的阻拦，拉着我的胳膊：“妹夫，没必要吧？”我头也没抬，因为你们这1、2个月以来的各种扰民行为，我妻子已经患上了神经衰弱，甚至在崩溃的边缘徘徊。我追究你们的责任，怎么就没必要了？天子犯法，还与庶民同罪呢？你算什么东西？
陶庆明神色一僵。在我们提供的充足证据下，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，当着警察面也跟我们道了歉。我跟妻子对视一眼，道歉是他的事，原不原谅是我的事。我本来的好脾气也在他们一次次闹是生非中被磨灭了个干净。我俩再三思索，提交了起诉状，本着撕破脸的态度，起诉了丈母娘和陶庆明，顺带还打了匿名举报电话，反映陶庆明赌博。收到传票后，陶家人急了，他们是真没想到我们竟然真的拉得下脸起诉他们，可他们也没想我们要真是那么要脸的人，又怎么会在婚礼当天不惜伤敌1000，自损800的给他们下套，等着他们钻呢？只要我们没有道德，别人就绑架不了我们。以身入局是下策，但同样很有用。事情闹得很大，连我爸妈都知道了。他们的意思是，这事主要还得看陶雪的，我可以帮忙，可以控场，但不能插手，知道就好了。毕竟现在人心叵测，说不定陶雪这一秒跟我和和美美，下一秒就卷钱跑路了。我不知道怎么打消他们的防备，干脆在中间当起了传话人和事佬。我们两个家庭的关系也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关系。丈母娘陶宇和赵淑兰3个女人隔三差五的就因为这件事来求陶雪，她一开始还铁着心肠不见，后来就磨软了。在临近开庭的时候，她旁敲侧击地问我的看法，我什么都没说，只是表示自己会陪着她。她闷进被子里，半天憋出来一句话，我是不是很心软，很没用？本来想再也不搭理他们，可还是狠不下心。你知道吗？他们3个今天跪下给我磕头了。陶宇还让我不要这么做，我心疼他的遭遇，他被迫多了，居然觉得是我毁了他的家。老公，我撤诉的话，你会看不起我，跟我离婚吗？我拍着他，抿了抿唇，不会。没过2天，陶雪背着我去撤了诉，不知道他们私底下聊了什么，又是怎么达成莫名一致的。反正这么一闹，陶家人这次真的做到了，再也没来过。关系僵了，可义务还得尽。妻子每个月往他们的卡上打800块钱，全当自己的孝心钱，除此以外别无联系。没多久，妻子怀孕了，我妈高兴坏了，特意搬过来照顾她。陶雪说，在她家前半辈子没享受过的母爱，结婚后竟然都找到了。相处时间久了，我妈心里的那点偏见也都没了，对她只觉得心疼。有时候人家2个相处起来比我还要和谐，我跟我爸都成了旁观者。后来我看着妻子在我前面散步的背影，惬意无忧无虑。现在的日子过得不知道多好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人呐，要向前看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